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中国的幼儿园会比养老院还少？2025年，这一幕正在成为现实。山东、湖南、湖北、安徽、吉林、江西、福建，一个接一个的人口大省，出生人口集体跳崖，年降幅超过50%。最夸张的山东跌了63%。这不是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断崖式衰退。人口不只是孩子的数字，而是一个国家最底层的命脉。一旦这个命脉断了，一切经济增长、社会活力、未来希望，统统都会随之凋零。而中国正在走向人口黑洞。很多人至今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增长。2022年出生956万人，2023年902万人，而到了2024年，仅仅954万人。这意味着2024年的出生人口比2016年最高峰时的1786万人，足足减少了46%。更惨的是地方数据。独立咨询机构麦克斯研究了过去20年全国各省人口出生数据，发现多个传统意义上的人口大省，出生人口都已腰斩。山东下降63%，湖南下降60%，湖北下降58%，安徽下降57%，吉林下降55%，江西下降53%，福建下降50%。这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据的变化，而是中国社会已经集体不想生了。北京的育娃人口研究所测算，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高达7.46万美元，是人均 GDP 的6.3倍。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个普通年轻人要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只为换一个孩子的未来。更别提，这未来还未必是有未来。一位38岁的80后女性，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她说，现在生活压力太大，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不如不生，不希望他跟我一起受苦。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躺平，而是躺累了。以前大家觉得不结婚就是异类，现在反倒是结婚生子的人成了稀有动物。她的朋友圈里，90后几乎都选择单身。不是不想结婚，而是他们在问自己，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照顾另一个人，还要养孩子。还有一位90后女性和丈夫双双失业，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还背着买房时欠下的房贷。她说，我们班有一半同学是单身，哪怕结婚了，也几乎没人要孩子。不是不想，是不敢。她的朋友圈每次聚会聊的都是同一个话题，有孩子的抱怨养不起，没孩子的害怕生出来就是个负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在《新闻周刊》曾直言，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不是政策，而是绝望。从1979年邓小平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到2016年全面放开2胎，再到2021年3胎政策出台，结果呢？中国年轻人根本不买账。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9年的 2.9 下降到2015年的 1.1， 如今已跌破警戒线的红线。即使中国官媒不断呼吁生孩子，还给补贴、给婚介、给产假、给住房优惠，甚至有的地方官员亲自上门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年轻人用一句话回击了一切：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是2022年上海封城时，一位年轻人对来做核酸的防疫人员说出的话，后来成为全网热梗。而如今，这句话成了真实写照。2025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为 14.08 亿，比2023年减少139万人。注意，这还只是官方数据。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人口减少远不止此。加拿大智库人口统计观察估算，中国真实的人口
可能已经跌破13亿。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自然增长率。2024年刚刚公布的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山东负1.67%，江苏负2.7%，四川负3.02%，其他多个省份全部为负。也就是说，一个省每年出生的人数连死亡人数都补不上，人口正在自然萎缩。人口减少的恶果已经蔓延到各行各业。2024年毕业的一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本以为会成为孩子王，结果毕业3个月，一份对口工作都没找到。他说，最近几年出生人口断崖式下滑，很多幼儿园干脆关门了，有的转做托老所，有的直接卖楼。我们这一届同学，要么改考小学教师，要么转行，要么去考研再逃1年。教育部6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为307.37万人，到2024年，这个数字骤降至283.19万人，1年之内减少了24万人。而在2022年，这一数字还是324.42万人，2年时间少了整整41万幼师。这不是行业的收缩，这是整个社会的退化。为什么中国人突然不结婚、不生育了？很多人以为是年轻人懒、躺平、逃避责任，但真实情况远比这更复杂。高房价，一个2线城市的刚需房动辄100万，年轻人首付都掏不起。高教育成本，据中国家庭教育支出报告，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支出平均为48万元，如果读大学或出国留学，破100万很常见。低薪水，中国2024年全国平均月薪为5974元，但1线城市生活成本动辄上万。不确定的未来，失业率高企，35岁危机普遍，社保系统崩溃预期增强，社会支持系统薄弱，托儿所少，产假少，父母养老全靠子女，女性就业歧视严重。这一切让婚姻和生育从人生选项变成了负担与恐惧。一位小企业主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不是不想生孩子，是没钱。房价这么高，我月薪5000，还得给我爸妈养老，我哪来的钱生娃？他说的对。中国社会给年轻人开的价码是用最低的工资承担最高的责任，用最黑的前景逼着去拼一个无解的未来。这样的年轻人凭什么生孩子？别说养孩子，现在连养活自己都成了奢望。中国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娃，是根本没有资格去想。教育、医疗、住房，这3座大山早已压垮了一整代人。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但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曾一度超过 20%。而根据中国统计局2023年7月的数据，青年失业率这一项甚至被直接删除，因为数据过于丢脸，官方解释为需要优化统计方法。一句优化，就把数千万无工可打的年轻人优化到了统计之外。在这样的国度里，谁还敢生？而在养不起的背后，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出生人口为954万人，死亡人口为1093万人，总人口净减少139万人。这是连续第3年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从2022年起进入了不可逆的人口下行通道。更令人绝望的是，人口结构也彻底崩了。2024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97 亿，占比 21.1%。这个比例相当于全日本的总人口加半个韩国。而0至14岁的青少年人口却只有 2.35 亿，占比 16.7%。也就是说，
中国已经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社会，却没有足够的新生儿去支撑养老金、医保，甚至是最基本的劳动力供给。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个年轻人要养4个老人、2个孩子，还要还房贷，自己还要随时准备被裁员。这是人过的日子吗？现实已经血淋淋地摆在那里。江西婺源、江苏昆山等地的小学、幼儿园频繁合并，甚至撤销。北京、上海等1线城市，公立小学的招生门槛从本区户口3年下降为只要有户口就来。东北部分城市甚至提出星号托育补贴加育儿现金加房价打折加政府配偶介绍星号的4连击，逼着人去结婚生孩子。黑龙江部分县城甚至放话没孩子就不能办婚礼。当生育沦为政治任务，爱情、幸福、愿望全都变成了奢侈。一个早已看穿现实的90后说得好，我不是不想生，我是知道生下来他会过得比我还惨。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现实。生育率下降从来不只是个数字问题，它是整个国家未来的熄火警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曾撰文指出，中国的人口危机比任何战争更致命。经济学人分析称，中国将在未来15年失去2亿劳动力，这是史无前例的社会断崖。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中国总生育率仅为 1.09， 已经低于韩国的 1.11， 成为全球倒数第一。这是怎样的讽刺？在一个 GDP 全球第2的大国里，年轻人宁愿做丁克，也不愿意让下一代进入这场无法逃离的内卷地狱。即使北京当权者在推育儿补贴、生3胎奖励房子、新婚送红包，也没有用。人心已经彻底散了，让一群被房价逼疯、被就业碾碎、被社会耗光的年轻人重新为体制续命，那是不可能的。看看现实吧。2023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为683万对，创下197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相比之下，2003年为1315万对，2013年高达1346万对，短短10年时间直接腰斩。同时，2024年离婚登记为290万对，结离比低至 2.35， 创近年最低。不仅不结婚的多了，结了婚也活不下去。2025年上半年，一份清华大学社会调查指出，中国35岁以下人群中，超过 68% 的人不打算要孩子。这就是当代中国年轻人真实的态度，不是仇婚仇生，而是看穿一切之后的冷漠和自保。中国已经不仅是人口危机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秩序、经济结构、心理预期彻底坍塌的冰山一角。它正在加速走向一条无人生还的断崖。没有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可言。当最后一代成为主流，所谓繁荣只是幻觉，所谓幸福不过是宣传。最可怕的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